爷爷，我来了！操！这孙子只先修为，这随便跺一跺脚就力中万金，这狗哎呀，不会把我砸死吧？爷爷，我这条小命在你手里，你可一定要接住啊！不管了，砸死！老东西，我得让他知道我的修为不如他！放枪的力道啊！下一步就开3架了，老高，我今天不会交代在这吧？爷爷不愧是能飞升仙界的大仙人，这么高都能接住我，真厉害！爷爷呢？略施小计，不值一提。即便是老祖您，也不能一击把我砸进土里吧？恐怖如斯，恐怖如斯啊！此等修仙妖孽，还是赶快让他下山，祸害别人吧。孙子，你也亲眼看到了，这修仙有大恐怖，修不得。听爷爷的话，下山去。现在他已经知道这修炼练得越强，死得越快这个道理了，就不敢再修炼了吧？不，爷爷，几位祖师死的窝囊，一定要有人飞升，光耀仙门，扬眉吐气。我愿意做这个人。不，你不愿意。不，爷爷，我真愿意。你愿意，我不愿意。这凡修仙要过天上内道关，这老祖都过不去，你能过得去啊？不信我真中你！爷爷，这关我确实过不去，英雄都过不了美人关，更何况我这个废柴的。算是唬住了。当年我捡了你，现在又找到了你的亲爹老子，还给你定了一门亲事。拿上这个婚书，下山结婚去吧，别再修仙了。寻亲、结婚、修仙又不冲突，爷爷干嘛不让我修仙？难道是担心我贪恋凡尘美色，修仙意志不坚定，考验我？爷爷一定是在考验我。认亲、结婚、生子，再回山，再快也要10年。10年，就算我是只狗也能飞上了。虽然我修为低下，但我绝不认命。我这就下山退婚，让爷爷看到我修仙的决心。爷爷，我这就下山，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孙子，下了山以后，缺什么少什么，对着天空大喊一声：“爷爷，我听得到！”爷爷对我可真好，想这么周到。我要是不修仙成功，就对不起爷爷。我不管这门亲事谁定的，我绝不答应。哼！这门亲事是玉京仙人钦定的，你儿子也是玉京仙人养大的，你凭什么不答应啊？玉京仙人说我儿子有大修为，能成大神仙。我是他爹，我不允许我儿子娶你们家那个汉妇。你胡扯！我闺女是大家闺秀，绝不是什么悍妇。你敢胡说八道，我给你劈了我！你个老东西，你不讲武德，你供我下山啊！我怎么感觉我脑袋上多了个窟窿？
凉飕飕的。哎呀，我怎么感觉我的脑袋也穿了呀？来人，快来人呐！好你个老六啊！你这个老六，我不允许我儿子去你们家这个汉服，你竟然害我！你怎么这么歹毒啊你个老东西！我要害你，我会把我自己也给穿透嘛！我再给你说一遍，我闺女她不是汉服！我天呀！不要！谁说不是？我还说不是汉服，你自己看。爹，张伯，你们忍住，我来救你们了。停，闺女，可不敢看呐！闺女，我们都是死活人啊，我们要用死活人的方式来解决啊！爹已经听了神医了，马上就到啊！等他们来，我们早就凉了。老夫我一生修武道仙宗，我没事。大侄女，砍！爹，你相信我，砍断腰枪拔出来，你们就都能活了。我砍了。妈，枪身穿透，脑弓髓海，靠蛮力断枪，这不能拔出来，髓海已破，这必死无疑嘛！而且这枪不是凡情物，自带邪气，就算拔出来，也是十死无生啊！照你们这么说，这枪无论拔不拔，我爹和张伯都必死无疑了。呀，不是你们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整这种节目呢？我靠，真的？不是，老头，你们这枪从头上穿过去，不疼吗？你这人到底有没有教养？没看到人都快死了，还在这说风凉话。不是，你都知道人都快死了，还不把枪拔了，赶紧救人啊！哪来的野小子？是在教我们做事吗？这枪拔出必死啊！滚！二位家主，你们的时间可是不多了，还是抓紧时间交代后事吧。哎，我就进来讨碗水喝，你这把碗还给砸了，还骂人。再说了，这人明明有救，干嘛要交代后事？能救！小兄弟，你就是医道仙宗的神医吗？不是什么医道神，不是什么医仙，我就是玉金山上修仙那个小徒弟，翻过几本医书。玉金山，玉京仙人传来话说有一位大修为的弟子要来我们柳家完婚，难道就是你吗？玉京仙人让我在此等我儿子来团圆，说我儿子已经到达了大罗圣境的修为，就是你。大罗金仙？不是，我虽然也是下来寻亲结婚的，但是我修为很低。我爷爷说我还不如山上的一条狗呢，我肯定不是你们要找的那条狗，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。要是能在临死之前见我儿子一面，也值了。可是现在怕是见不到了。
海燕呐，爹死了，你记住，一定要同玉京山的弟子完婚呐！那可是大修为的仙人，是咱们柳家的贵人啊！你嫁给他之后啊，咱们的老祖宗在地下也会笑出声的啊！都说了，虽然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，但是你们这伤我能救。哼，我修一仙300年，从没见过穿透脑宫髓海的还能活下来。你懂一点医术皮毛，就在这胡说八道。没错，医道仙籍里曾经有过记载，像这种穿脑伤只能保一个，张家主和柳家主只能活一个呀。我真能救，在那玉京山上，2头野猪被打猎的洞穿了脑袋，我都能给救好。什么？2只野猪？2只野猪？你骂人！我的意思是，你让我试试，这俩老头我真能救。放屁！这人命关天的大事，让你试一试，只要出了人命，你担当得起吗？张家主、柳家主，你们说是信我们还是信他？虽然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小兄弟，可是有种说不上来的亲切感。小兄弟，你真有把握？放心吧，我在山上经常医治人，但是我爷爷说我修为太低，医术不精，只能治这种贯穿身体的简单伤，像什么头疼脑热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病，我治不了。那个东西太难治了，用错药可是会死人的，那东西我碰都不碰。头疼脑热难治，贯穿脑袋容易？胡说嘛！头疼脑热能死人吗？这不知道在胡说什么呢？我看这小子就是个疯子。你们的时间可不多了，选我们还是选他？选你们还是选他？哎呀，选你们，我们俩只能活一个。选他，你们又说他是个骗子，这我，要么一起活，要么一起死，只能活一个，让谁死谁愿意啊！我选小兄弟。大小姐，这里是柳家，虽然张家主选了他，可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你呀。我不能冒险，柳家可不能死人。我选，还是大小姐有眼光，有眼光。我选他们。他们的方案只能救活一个呀。你爹的命是命，那老头的命不也是命吗？我说了，柳家不能死人。明白。张家主，这对不起你了，这枪只能从这头发出来，才能保住柳家主的命啊！我来帮你。好。老天爷呀！我没见到我的总是20年的儿子呢，我就这么死了，我不甘心的。他跟我爹一样，都是20年没见儿子，就这么死了，得多大遗憾！快停下！老子的头要裂开了！柳家主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们快拔出来了！快！快住手！快住手！你们这不是在救人，是在害人！这药枪就要拔出来了，却打断施法，这是要置柳家主于死地啊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柳家和你无冤无仇的，你为什么要害我爹？害人的是他们，这枪无论从哪头拔，这2人都得死。这是银蛇腰枪，打蛇要打7寸，只有在7寸处劈开同时拔才能救人。劈开？你说的容易，这是玄铁金刚所铸，不要说我们这些小仙了，就地仙之祖啊，他也劈不开。玄铁金刚劈不开？
现在地仙都这么弱了吗？我在山上劈柴炼丹的时候，劈的就是这玄铁金刚。爷爷说这玩意儿脆得很，就算是条狗，修炼几年，随便就能劈。你小子，你拐着弯骂人呢，说我们是条狗。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说我只修炼了20年，随便都能劈开。那像你们修炼几百年的医仙，那怎么可能做不到呢？小兄弟，如果你能真的劈开这妖枪，救了老夫的性命，老夫愿意把我珍藏了多年的仙缘都给你。刘家主，你还真相信他说的呀？这玄铁金刚若非大罗生境的大仙人亲临，任何人他也劈不开。拔也是死，不拔也是死，不如赌一把。我相信这小兄弟没有说谎。劈！让他劈，他要是劈不开，看他怎么圆他自己的谎话。怎么他们都是这副表情？爷爷说的狗都能做到，很难吗？呀！我警告你，你今天要是砍不断这妖枪，或者我爹有任何闪失，你就走不出柳家这个大门。断开一杆枪，这么简单的事，怎么他们说的这么难？难道爷爷是骗我的？不可能，爷爷怎么会骗我呢？一定是明经记载玄铁金刚有误。我要开始了，小兄弟，开始吧，我信得过你，我这条命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老头，我今天要是不把这杆枪从你脑袋里拔出来，我就把我脑袋割下来送给你。住手！小子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劈开玄铁金刚就没有法器吗？你可别告诉我说你是空手劈呀！法器还需要法器？我在山上都是用手断开的，就这杆枪，我一手刀就劈开了。你要徒手切断这世上最硬的物件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还有法器，谁也做不到。哪有那么夸张啊？我这末等修为的人，一手刀就断开了。这要是天仙来了，不是吹口气，这也断开了。徒手断枪，别说是玄铁金刚了，就算是最普通的长枪，你也断不开。对，爹，可不能信他。对啊，刘家主，他这一掌下去，腰枪没断，可枪身震动，血海震成豆腐渣，可就天人难易了。哎，你们几个是不是只想着救他一命，没想着救我是吧？小兄弟，劈！要死一起死！老头，我说过，你们两个都不会死，我这就救你。住手！断开了，真是断开了居然真的断开了！小神仙，你真乃神人也！你这手怎么做到的？这手看着没什么两样啊！说了，这玄铁金刚很脆的，轻轻一劈就断了。就算是修炼了几百年的法器，看在这玄铁上也没有丁点的痕迹，他怎么可能这手一劈就断？我爹莫名其妙的被枪穿头，你又莫名其妙的来到我家，这枪是妖枪，而你又是山上的修士。大小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碰巧路过，你怀疑这妖枪是我穿的？难怪呀，劈开妖枪，原来你是这幕后黑手。这妖枪上一定动了手脚，这妖枪本来就是断的。什么？原来你就是害我刘家的黑手啊！小兄弟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害我图什么呀？对啊，我害你，我图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我要真想害你，我干嘛还救你？哎呀，老柳，你说什么呢？
他要是想害咱的话，刚才他随便动几下，我那脑子就成豆腐渣了。张家主啊，哎，你可别被他的表现给蒙骗了。是他救了你们吗？不是吧？哎，这腰枪不还在你们头上插着呢？接下来就是最简单的事了，直接把这2柄枪从他们头上拔出来就可以了。啊，这拔枪才是最要命的，你却说是最简单的。这头啊，乃元神之斧，拔枪时方向力道稍有不慎，那就元神溃散，就救过来还是活死人嘛。和我2人几百年的修为，也只能护住一个人，元神不散，邪气不侵。你修为末等，竟敢大言不惭，还要救2个人，真的是最简单的。这银蛇腰枪已经被我从7寸处打断，妖力全无。现在拔不会使元神溃散，我拔给你们看。小兄弟，你放心吧，就算是我死了，也是我命中该有此劫。爸，生死真要命，小兄弟，动手吧！好。完了，这一尸两命啊！准备后事吧。哎呀，准备后事吧。小子，不管你是谁，救不回我爹，我一定亲手砍了你的脑袋。完了，蛮力硬拔，头崩骨裂，2位家主快撑不住了。这什么破药枪，比野猪头上中箭难拔多了。爹，我拔出来，真是拔出来了呀！小神仙居然没事儿，还活着！小神仙，你真是好手段呐！想不到这小子看着其貌不扬，倒是有一些手段。嗨，这也就是回光返照而已。腰枪拔出，邪气难出，邪气入脑，元神溃散，这2位家主还是要一命呜呼的。死不了，要驱邪气、护元神，2颗金丹就足够了。天元金丹，这就是常人秀一秀能活360，甚至吃1颗境界升1格的天元金丹，你从哪弄的？这么震惊干嘛？在山上，我爷爷罚我砍柴烧饭，在铁锅里随便炖出来的。铁锅里这东西很珍贵，很新奇吗？很稀奇，很珍贵吗？哎呦，你把这妈字去掉吧，这可是大罗圣境上仙才能练出来的。2位神医，天元金丹这么珍贵，你们怎么能确定他拿的是真的，而不是赝品？这种修仙界人人都能做的丹药，谁会做赝品？这不浪费材料吗？我头上这坑不见了！哎呀，神了！我这疼痛感彻底消失了呀！哎呀，小神仙，真神啊！
小神仙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。等我接到了我那个大罗圣境的儿子，我让他跪下给你磕一磕。受这种大修为修士一跪，能抵得上100年的仙缘福报。张家主，你快起来！真不用，这拔腰枪我就是举手之劳。至于那丹药不值钱，不用回报。驱邪气5元神，活死人肉白骨，做不了。这就是天元金丹，是真的。哎呦，就他们2个人，这半颗足矣呀！可他给了他2颗，这可是世所罕见的无价之宝啊！爷爷说这金丹是山上最不稀罕的物件，练起1层的修士都能练，怎么到了他们这里就成了无价之宝了？你们没跟我开玩笑吧？都说物以稀为贵，可这金丹我在山上都是姐妹当零食吃的。你没开玩笑吧？这金丹，天宫1年才能只练几10个呀！这陆地神仙境以下的，连见的资格都没有啊！当然是真的，你们也尝尝。哎呦，造孽呀！这金丹一颗顶上上百年的修为呀！这不开坛不祭天，就这么吃了，暴殄天物啊！什么暴殄天物？我这儿多的是。那你们看，他拿金丹想拿黄豆那么容易，这老夫的道心要崩了呀！能把天元金丹当作寻常物，这普通的小修士是做不到的。他和那位走出玉京山来我柳家完婚的大修为弟子，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呀？崩个毛啊！我这次下山就随便抓了一把，你们觉得稀罕，都给你们。这么一把都给你们。这是真的吗？这么多都给我了？小兄弟这么豪横，到底什么来路？我儿子是大修为，可感觉他的修为也不低呀。怎么越来越感觉玉京仙人描述的我的儿子和他这么像呢？这金丹吃1颗胜过100年修炼，全吃了修为修炼1000年呀！是老夫我成身有望啊！少神仙大人，一道仙宗，来日必报。小神仙，连2位神医都称他为小神仙，难道他真的深藏不露？还是我看不合眼？小神仙，老朽敢问你，这妖枪它来自于何方啊？怎么从我们2人头上穿过呀？我不是什么神仙，我不知道啊，可能是你们家里招了什么邪物吧。哎，这样吧，帮人办到底。我带了几块山门玉石，你们放家里可以辟邪。哎呀，去哪儿了呢？张毅，你叫张毅？对啊，我叫张毅。张家主，你那么激动干嘛呀？你真的是张毅？六家主，你怎么也这么激动啊？搞得好像看见你女婿一样。你可以不认你是他女婿，但是你得认我呀，儿子，我是你爹呀！我你爹？你这老头，我好心救了你的命，你不感激报恩也就算了，怎么还骂人呢？小神仙呐，他确实没骂人呐，哈，他的确是你爹，你是他儿子，还是我们柳家敞开门来迎接的乘龙快婿呀？不可能，你们要等的是大罗圣境大修为，我这半点修仙根基都没有，肯定不是你们要找的人。爹，你确定吗？要和我成婚的不是要随时要升仙的大修士吗？他这油嘴滑舌的不像。哎呀，你个傻闺女！哎，你看看这上面的生辰八字和玉京先生讲的一模一样，就是他。从我看到你的第一眼起，我就感觉特别亲切。我这个感觉没有错，你真的是我儿子啊！你们要等的大修为之人是我，
不可能啊，我就是个修仙废柴，是不是爷爷跟你们说错了？不如带他去宗祠，如果他真的是大修为仙人，那他就是我柳家的贵人，老祖宗一定会显灵的。说的没错，祖宗的神灵是不会出错的。小神仙啊，你如果真的是大修为之人呐，我们老祖宗的神灵一看便知。老柳，你们家后院着火了！爹，是宗祠，是老祖宗神灵安寝的地方。你们怎么还这么镇定啊？你们家老祖宗睡觉的地方都着火了，还不快去救火？那不是着火，是祖宗显灵，是我们柳家祖坟冒青烟啦！小神仙呀，小神仙，你真是大修为之人呐，是我们柳家的贵人，不会错。什么？你们家祖坟冒青烟，是因为我？不能吧？玄阴宗弟子陆少卿奉宗门令，特请信州柳氏入仙道宗门。那，你看，我就说嘛，你们柳家祖坟冒青烟肯定不是因为我，你们柳家真正的贵人来了。柳家主，大小姐拜师玄阴宗之事，老祖已经同意了，特请大小姐前往宗门测验资质。这确实是家门的大喜啊！难道祖宗显灵真是因为这事儿，不是因为小神仙？难不成他只是和我儿子同名同姓同八字，不是我找了20年的儿子？我就说嘛，一个要饭的，油嘴滑舌，其貌不扬，怎么可能是我柳家的贵人？救人多半是奇人讲述，这金丹也未必是他的。论贵人，我只认一个，那就是修仙奇才顾少。柳家主，按照约定，如果今天没有大修为的仙人来你家提亲的话，你可就要答应我和韩嫣的婚事。如果你要说这个筋骨奇糙、根骨平平的小子是你们柳家贵人的话，我可不信呢。那他都说我根骨平平，没有大修为，现在你们信了吧？我不是你们要等的人。等一下，小神仙，玉京仙人是不会说谎的，我确信你就是我柳家的大贵人，你一定是隐藏了自己的修为了。隐藏？修为还能隐藏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要真有大罗圣境，我这上天当神仙去了。小神仙，你一定要说实话，这可关系到我张柳两家的100年祖运，大义不得呀。你就是再让我说10遍，我也没有大修为。你们不能因为我长得帅，想招我当女婿，就让我承认这些子虚乌有的事儿啊！我告诉你们，我非常确定、一定以及肯定，你们找错人了。这小子什么来路？怎么能让柳家主一心笃定他就是柳家的贵人？你不要脸！谁要招你当女婿了？除了那位大罗圣境的贵人，这里值得我柳寒烟高攀的只有顾少一人。柳寒烟的圣女资质对宗主登顶天道境至关重要，骗他入宗门，千万不能被这小子搞砸了，干脆一拳打死他。他修为如何？我这一拳千斤的力道砸到身上，一试便知。你有病啊！你打我干鸡巴！我都说了我没有修为，你这一拳几千斤肉，你打死我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会避开你的要害，不会要你的性命的。小神仙，你就让他测一下，我也想知道你和我等了20年的儿子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。是啊，小神仙说的没错啊，顾少可是仙门修士，下手知道轻重，这拳呐，只测修为，不会伤及到你的身体的，你就放心吧。那就说好了，就打一拳，只要证明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，就放我走，你们可不能再拦着了。绝不食言。小子，你死定了！爷爷保佑，他这一拳打不死我。
顾少，你这拳打完了，怎么跟挠痒痒一样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？我一拳打出5成力，铁石都震得碎，他居然毫发无伤。哎呀，小神仙，你可太了不起了！顾少乃仙门弟子，这一拳可是力大无穷啊！哎，你能扛得住这一拳，足以证明你是大修为之士啊！儿子，哎，你别瞎喊，你是不是我爹还不一定呢。顾少，你说你这一拳真的用力了吗？是啊，顾少，我见识过你的神力，这钢铁也能打出裂纹，可是他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啊？实话实说，宗门的脸可就丢大发了。我这一拳呀，根本就没有用力，只是想试试他有没有胆子站在这里，以免我接下来的一拳打空。接下来这一拳，我可要用力了。好吧，来吧。这一拳我打出10分力道，我不相信你还能挺得住。现在仙门弟子的力气都这么小吗？顾少还在测我胆量呢。我测你妹呀！老子打出了10分力道，你还毫发无伤，这小子是什么妖孽？毫发无伤，毫发无伤啊！小神仙，你现在该承认你是我等了20年的儿子了吗？我承认什么呀？你怎么知道顾少这拳有没有发力？万一还是在测我胆量呢？顾少，你这一拳可不像没有发力的样子，难道他真的是那位大罗圣境修为的贵人？他是个屁！这一拳我不想要他性命，只使出了1成力道。他能扛得住，充其量就是炼气期5层的小修士，若我仙门10天的小童都能达到的水平。大罗圣境，他差得远呢。听到了吧？听到了吧？我都修炼20年了，才炼气期5层，以后可千万别再说我是什么大罗圣境了，这丢人。爹，你看到了吗？他根本就不是我们柳家的贵人，也许那位贵人根本就瞧不上我们柳家，就没来。不可能，玉京仙人是不会说谎的。哎，小神仙，炼气5层你都能扛得住顾少的这一拳，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在炼气5层之上的修为呢？我提议让顾少用上10层的力道，你再测一次。同意。挨打的是我，你们同意个毛啊！万一这顾少这一拳给我打死怎么办？那关乎性命，我不同意。哎，还有啊，我好心救你们2个人的性命，我不求你们回报，就求你们别搞我，别搞我啊！告辞。测还是不测，这可由不得你。这一拳若是测出你是我柳家的贵人，我柳寒烟甘愿赔偿；若不是，你要什么赔偿，我们柳家也赔得起。顾少，再测。小子，我将我这10年修为汇聚一处，全部打出，不信打不死你。见了鬼了！我这一拳，陆地神仙也得吐血，他怎么可能不上分毫？我怎么又没事？我还真是福大命大，难道是爷爷在上面保佑我？对。哎呀，小神仙没事，小神仙啥事都没有。哎呀，小神仙呐，这一下你可瞒不住了吧？啊，你就承认了吧？对，我承认不了一点，这里面肯定还有别的原因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他刚才吃了天元金丹，有金丹之力护体，外力不侵。原来如此，有金丹之力护体，别说1拳，就是10拳，我也伤不了你分毫。我就说嘛，我修为这么低，怎么可能扛得住顾少1000斤重的拳头啊？都是金丹的功劳。哦，
你的意思是在金丹之力散去之前，没有办法真正的测出你的修为了？就算金丹之力护体，也不该有这么强的反噬。若他修为不高，那就是修仙圣体。这世上除了我，不能有第二个修仙奇才。他必须死。是与不是？来我玄阴宗混沌剑杯，一测便知。对啊，玄阴宗正宗之宝混沌剑杯，3万年测资质验灵根，从没出过错。我就是路过桃湖水，顺便救个人，怎么还跟玄阴宗扯上关系了？我不去。哎，小神仙，你就去吧。去了之后，如果测出你不是我找了20年的儿子，我也就死心了。小神仙呐，就耽误你半天的功夫。若真的测出来你的修为啊，那更好；若测不出来呀，我呀也就死了这个心，说明你跟我们柳家确实无缘，我呀就再也不拦你了啊！爷爷骂我是废柴，肯定没错。罢了，去就去，他们想知道，我就证明给他们看。好，去就去，但是你们别后悔，因为我会让你们所有人都失望。玄阴宗9代弟子顾少卿，恭请3位大宗师。恭请3位大宗师。你怎么不跪啊？小子，你眼瞎了吗？没看见我们在恭请3位大宗师吗？还不赶紧跪下！下山前，我爷爷跟我说，我这膝盖上有祸符，除了爹娘跟老丈人，谁都不能跪，否则要出大祸。放屁！你一个修为低下的小童，能跪3位大宗师，那是你的福气。跪！这么可笑的谎话你也编得出来？再不跪，大祸临头就是你了！快跪！小神仙，这3位大宗师可是金仙境修为，受得起你这一跪。跪吧！是你们非要让我跪，待会儿真出了事儿，可别怪我。哎呀！刚才怎么回事？这大地怎么突然间晃动了一下？是地震了吗？不是地震了，是3位宗师听到了我们的诉求，出关主持这次测资质了。果然是大宗师大修为啊！但是出关就这么大的动静啊！小神仙的资质今天一定能够测得出来。我的天，出个关都这么厉害，这修为果然比我爷爷还厉害。可是这3位大宗师人呢？仙门一阵，我们3人可达不到这种修为啊！一定是大罗圣境的仙人下凡，我等去看一看。好，走。我等往来宗门与仙岛也1000余次了，从来没有卡在这云上的时候。今天的仙云怎么这么硬啊？怪了，今天都跪了这么久，3位大宗师怎么还不现身啊？这3位大宗师不是都已经出关了，怎么还不出来？这该不会在给我们摆架子吧？闭嘴！玄阴宗9代弟子顾少卿，恭请3位大宗师现身。宗门弟子已经跪求许久，咱们若是再不出现，那可就是宗门的事故了。来，2位师兄，咱们再跳一次。这不合理呀！除了大罗圣境的大仙人跪求，我等3人受不起，才突破不了这仙云之库，否则这没有理由下不去呀！这难道
宗门下面跪的人里面有修为境界比我等还高的大仙人。跪这么久也不出来，你们仙门的大宗师架子也太大了吧？怎么突然又下来了？难道是那位大仙人又不跪了？三位宗师一到，还不快跪下！得罪三位大宗师，那可是我们宗门死罪。你也说了，是你们宗门死罪，我又不是你们宗门的，凭什么给我定罪啊？小童，刚才就是你跪而不起。是啊，这里只有他一个人跪而又起，这时间又对得上。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大仙人啊？我一生慧眼，查遍了三界，大仙人一眼便可看出，他根骨平平，不像啊。哎，仙不可貌相。敢问上仙出自哪座仙门，来我玄阴宗作甚呢？不是，大宗师，你喊谁仙人呢？他吗？我上仙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跟这俩字沾边吗？你一跪，天上仙云凝滞；你一起，仙云又散。我等方才能下界，你敢说这跟你没有关系吗？我冤枉呀！就算是有仙人下跪，让你们在天上悬着下不来，那个人也肯定不是我。虽然我怀疑他是修仙圣体，可修为在三位大宗师之上，不可能吧？小神仙，大宗师的判断是不会有错的。你就是那位大修为之人，你就承认了吧？他凭什么承认？大宗师都说了，只是可能。他是不是大仙人，要测过修为才知道。没错，得混沌剑杯承认才是大仙人，未得混沌剑杯承认，称他为仙人，那是仙门的耻辱。是你们一直在叫我仙人，我又不是神仙，仙门有耻辱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理不辩不明，仙不测不知，请混沌剑杯。请宗门圣器，宗门圣器，宗门圣器，混沌剑杯。混沌剑杯，相传剑杯是以混沌初开之时，位列仙界10大圣器之首啊！说的不错，上至天道境，下至炼气期，这混沌剑杯皆能测出3万年来从无一例差错啊！剑杯一出，他有没有大修为，是仙人还是骗子，一测便知。你们谁先来啊？哼，就算他有些资质修为，也绝对不会是什么仙人。我就不信他还能在我之上。我先来。虽然不知道你拔枪炼丹是怎么骗人耳目的，但在这里，你休想骗过混沌剑杯。骗人？我没有，我真没有啊！为什么我一个炼气期的修为，爷爷说我很废，他们却觉得我是大仙人？他们中不会有人在说谎吧？弟子顾少卿，请剑杯限我修为，显我资质。金莲显资质，金剑测修为，金莲7朵，金签之庆，金剑4柄，陆地神仙之庆啊！好啊，少卿入我宗门10年，就修得陆地神仙修为。我预测呀，
不出10年，必登顶金仙修为。看到了吗？神器面前不容一丝苟且。你是怎么弄虚作假的？还不快说清楚！我没弄虚作假，我说的也都是真的，是你们不相信，非说我是神仙，还让我去测资质。我爹被你蒙蔽了双眼，但我看得清。虽然我的修为不高，但我相信你不及我的一半。我会让我爹看到，你不是我柳家的贵人，更不是我柳寒烟的良配。幸亏不是你们柳家的贵人，一点都不想嫁给别人。这要是娶，我得倒8辈子霉。宗门新入室弟子柳寒烟，请见碑，显我修为，现我资质。不错，不错。快看，6朵金莲，2柄金剑。哎呀，寒烟的修为虽然低了点，但是资质只比顾少少了1等啊！小神仙，该你了。论资质修为，你当是在顾少和寒烟之上吧？柳家主，谁给你的自信呀？我一个小小的炼器器去测，这不是给山门丢人，给爷爷丢人吗？我能不测吗？不行，不测，我们怎知刚刚天云凝聚是否与你有关呢？难道你想冒领天宫不成？没有，我没有。我说了，天云凝聚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哎呀，小神仙，你就别推辞了，测吧！啊，我始终相信，就没有那么巧的事儿。你绝对是我们柳家的贵人。没错，万一测出你有大修为，还是我儿子的话，那我这20年的苦学也算有了结果了。快去测吧！啊，去测吧，正好让所有人都看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货色。你不是不承认你是柳家的贵人吗？现在就是证明你的机会，想走不可能。天云凝聚和你到底有没有关系？必须查清。测！不错，不可不测。测！是你们逼我的。好，我去，我会用事实让你们都死心。剑碑已经有反应了，就看出几朵金莲，几把金剑了。他能受我3拳不伤，定然有些资质修为，但总不会超过我吧？这不对呀，这金莲呢？这金剑呢？怎么都看不见的？我早就说过，他就是位被赶下山的弃徒，根本就不是那位仙人。完了，1朵金莲，1把金剑都没有，玉金山的脸面彻底被我给丢光了。我当是什么世外高人，原来是个毫无修仙资质的废柴。毫无资质又毫无修为，练气期都不到，我宗门随便牵出条狗出来都能吊打你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啊？难道是玉京仙人说错了，还是真有这么巧的事？是我认错了？我就说我没有什么大修为，现在结果也出来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哎，不对，
不对，哎，小仙师，不是你说那样啊！你看，这金莲和金剑好像要出来嘞。这剑杯灵光闪现，的确是金莲金剑呼之欲出之象。可这3万年了，这种异状还是第一次见呀！就算剑杯能够吞吐金莲金剑，也该只有1朵金莲，1把金剑，修为资质最末等1级。这是金莲？怎么还没有个花骨朵大呀？这连个1级金莲都不算，恐怕这剑杯测出你只有炼气期的资质，吐出个花骨朵，可怜可怜。原本想着能多出几朵金莲的，没想到就这么1朵。唉，罢了，看来你真的不是我们柳家的贵人呐。不对，这金莲有1朵，虽然是1朵，但绝对不是花骨朵。我没看错吧？这真是1柄金莲？还是怎么样的炼气期资质才能种出这么大的金莲呢？3位大宗师，你们家金莲是不是泡水了？膨胀了？陆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明明是1朵金莲，为什么他的金莲和你我的不一样？我入宗门10年了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金莲，这难道是炼气期资质之最吗？这1朵金莲大小是正常金莲的9倍啊！这会不会是资质最高境天道境啊？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天道境就只有开天辟地仙道老祖1人，他不可能有第2个呀！1品金莲就是1品金莲，就算有脸盆这么大，它还是代表着最垫底的资质。哎，话可不能那么说啊！如果这金莲不止脸盆那么大呢？你们看，我操！什么？这好大呀！观音娘娘的莲花座也不过如此吧？3位大宗师，你们的宗门的圣器混沌剑杯是不是失灵了？吐这么大一朵莲花，吐错了。剑杯绝不可能出错，可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纵然强如宗门老祖大罗圣境，他也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显示8朵金莲，可这么大一朵金莲，你要怎么解释啊？哎呀，别纠结了，这金莲就算再大，1品金莲就是1品金莲，也改变不了我炼气资质零修为的情况。除非这金莲能分裂出4、5、6、7、8朵。我勒个去！不会被我说中了吧？金莲啊金莲，我就随口一说，你不会是要来真的吧？2位师兄快看，金莲又变了！一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这太多了，数不清啊！金莲裂变，一化是10化100，这是预兆啊！修仙资质之最呀，天道境之上的资质啊！师兄是说，这位其貌不扬的小子，修行资质超越道祖，在天道境之上。我资质在天道境之上，资质比老祖还厉害。3位大宗师，这话你们听着不想笑吗？哎呀，小神仙呐，3位大宗师都发话了，那肯定是不会错的呀！你难道还不承认你就是那大修为之贵人吗？啊，儿子啊，
没有错，你就认了我这个剑吧。我承认个毛啊！这资质在天道定之上，连天上的神仙都没有，凭什么说是我呀？这混沌剑杯测资质、测修为3万年，从未出过错。这最后一个测的是你，你说除了你，他还有谁？料到他有些修炼天赋，可天道境已然是极限，超越天道境，这可能吗？我不相信。倘若他真有这么高的修为，为什么他修炼20年，剑杯却一把剑都不出？显然他浑身上下没有半点修为。那他说的不错，我要是真有这么高的资质，早就到达金丹境了，至少要是出3把剑。我去，不会又被我说中了吧？这也不能完全说他没有修为嘛，看着巴掌大的金剑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修为的啊！看来是物极必反啊！一连化百连，这资质过高，大智化愚啊，终究只有半成炼气息的修为啊！这半成炼气期的修为，这辈子难有大出息了。难怪爷爷不让我修仙，看来爷爷是对的。我原来就是个修仙废柴，就算再修炼个10年20年，那也是浪费资源的。这么一柄巴掌长的小金剑，还不如不出，让老头子我去测，出的金剑也比这个长。按照曾经约定，今日贵人不出，还有不是，你就要答应我和顾少的婚事。柳家长，我和韩嫣结合，共修仙门，是你们柳家家门大喜，你还是同意吧。韩嫣与谁婚配，解我柳家之大喜。到底嫁给你们哪一位，都还不一定啊。这么高，这么大，我这点修为，混沌剑杯太瞧得起我了。哎呀，这剑杯纯主巨剑，他就是老祖测修为，他也没有这柄巨剑大呀。这混沌剑杯测修为，这一向是以金剑的数量定修为等级，现在出了这柄巨剑，这算什么呀？算什么？等等再论，等等再论，这金剑还在变大呢！别长了，别长了，再长就要冲破朱门的屋顶了。我这兜肚鼻里眼干净，赔不起啊！哎呀，看不到了，看不到了！这柄巨剑，这是要把天都给捅破了呀！啊！这要是惊扰的天上的大罗神仙，罪到我们玄阴宗，这糟了！都是你，说你使了什么妖法？这剑杯3万年来就没有出过这么离谱的金剑。我修为都这么低了，能使什么障眼法呀？刚才那漫天金莲我还不确定，现在这金剑一出，我100%的肯定，你们剑杯失灵了。宗门异变，大劫之象啊！这是哪路神仙来我玄阴宗门了？这和我爹往后停啊！这剑杯吞吐金剑，直入天宫！哎呀，我宗门出大事了！剑杯失灵，这可是宗门大祸呀！我等可担不起这个责，快请宗门老祖！不用请，老道来了。老祖，这小子有妖法，剑杯一见他，金莲遍布，金剑通天，还请老祖将他正法。顾少卿，你别胡说，是你们要我测资质、测修为的，现在剑杯失灵，也不能全怪我头上啊。灵体充盈，
资质逆天，这小童是修仙的天选之人呐！我本想一柄妖枪洞穿其脑宫髓海，吸取柳寒烟圣女资质后无人追究，这两人竟然活了下来，看来是这逆天小童的手笔呀！也好，圣女圣子都来了，他们的资质我全要。你们家这老祖怎么了？在这瞎嘟囔什么呢？还在这傻乐？我做梦娶媳妇儿也没乐成这样。老祖，这小童该如何处置啊？剑碑神识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，他左右不了剑碑。要想知道他的修为和资质，再测。对，再测了好，再测好啊！哎，小神仙啊，有老祖坐镇，相信这剑碑啊，再也不会出什么异象了。我为剑碑注入阴毒之力，触碰者必遭反噬，性命难保。这小童的逆天资质就归我了。好，测就测，不管这次结果如何，你们都不能再拦着我了。好，不过这次测的是你能抵挡得住剑碑的几成灵力。几成灵力？什么意思呀？这意思就是啊，触剑碑者，与灵气稳如磐石，不动如山，则修为上乘大罗神仙。若遇灵力脚下松动者，退后1、2、3步者，则修为为金仙、神仙、天仙3境界。若遇灵力气血上涌，血从口出，则修为为陆地神仙境。陆地神仙这么高的修为都要吐血，那我炼气期不会被灵力打死吧？那要是陆地神仙以下的境界，触碰剑碑会如何？要是陆地神仙以下的修为，这触碰剑碑会当如何？陆地神仙修为之下者，触碰灵碑，五脏俱损，血如泉涌。什么？五脏俱损，血如泉涌？这怎么测个修为还有生命危险呢？那我不测，我不测了啊！万一小神仙真如他所说，修为跌下，岂不是会被这剑碑的灵气给害死啊？哎，小神仙，保命要紧，保命要紧。怎么，一听说会死就怂了？看你这点胆子，也不像是有大修为的人。让他测，简直就是在浪费剑碑的灵力。若是死在这儿，还会玷污了玄阴宗的名声。老祖啊，这一场修为测试，他若是闹出人命，这个就得不偿失啊！我看呀，不如把他赶下山算了啊！对呀，对呀，之前测修为也没说有生命危险呀。现在这剑碑碰一下就会出人命，我不干啊！哎，放心，剑碑乃圣气神物，不伤人命。虽能伤身，但以老夫的修为，也可立即治愈，你死不了。既然你说这金莲四散，金剑通天，是剑碑失灵，和你无关。现在就是你证明自己的时候。操！老祖讲话一言九鼎，说了你死不了，你就死不了。操！哎，我说你磨磨唧唧、犹犹豫豫的，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？小神仙，去吧！老祖和3位大宗师都说了，这不测也走不了啊！测呀，测就测，反正死不了，大不了找爷爷要几颗疗伤的金丹。爷爷保佑，孙子这一劫伤成什么样，全看你了。神碑灵力一现，他却丝毫未动，毫发无伤。这明明是大罗圣境之上的修为呀！怎么回事？老道不是说我血如泉涌，五脏俱损吗？我怎么一点事都没有？
哎呀，老祖，这不应该呀！咱们整个仙云宗，只有您触碰灵碑之时，才能做到这么混如老狗啊！不会真的是我们眼盲心瞎，没有看出这小童的真身？其实已经达到了大罗圣境之修为。这怎么可能？按照老祖所说，他这个修为至少要了他半条命。哎呀，小神仙，回来吧！哎，你已经证明自己了，怎么样？现在相信老朽我看人的眼光了吧？什么证明自己啊？我现在可以100%的肯定，他们宗门的圣器就是失灵了。哎，小神仙，老祖在此，注意言辞。这万年的神器，怎么说失灵就失灵了呢？那要是没有失灵，这漫天的金莲、通天的巨剑，还有灵力，对我毫发无损，该怎么解释？这小童有逆天资质不假，可想要有如此逆天修为，非100年修行不可得。难道真的是混沌剑碑失灵了？要想知道这剑碑是不是失灵了，容易，少卿，你来上前一试。我宁可相信是剑碑失灵，也不相信他能有这么强的修为。我来。少卿是陆地神仙修为，灵力与剑碑碰撞，若是血从口出，则证明这剑碑无恙。若是少卿和他一样触碰仙碑安然无恙，那就说明这神器真的是失灵了。少卿，走。哎呀，少卿吐血了，这剑碑没有失灵，测出他的修为也是真的。你是大仙人，你凭什么隐匿修为？你来我玄阴宗，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我没有隐瞒修为，我也不是什么大仙人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怎么你们都不相信我呢？那少卿触持剑碑，那触之便吐血，你却安然无恙，这你怎么解释啊？你说的对，我也在想，我该怎么解释？小神仙，你刚才的举止已经证明一切了，你呀，无需解释。啊，真的是他，他是我们柳家的贵人，为什么是他？我最讨厌的人。看来是真的，这小童的修为居然与我齐肩，要夺他自治，怕是不好下手啊！得把他留在玄阴宗，从长计议。到底是玄云宗故意在和我作对，还是说我体质有什么特殊，剑碑伤不到我？不行，得想个办法脱身。山下太危险了，我要回玉金山找爷爷问个清楚。哎，行了，儿子，你已经证明你自己了，不用管他们，咱们回家啊，走吧。谁是你儿子？你别乱叫啊！刚才肯定是我手没有打在剑碑上，我申请重测。请老祖恩准，弄清真相，准他重新测验。哎呀，我也不相信他这小小年纪就能有大罗圣境修为，这要是重新检测，再好不过呀。请老祖恩准。重新测验，若他修为低下，被剑碑所伤，我下手的机会就来了。准，小神仙。小神仙，如果这次你依然安然无恙的话，那你可不能不再承认你是我柳家的贵人了啊！都说神器不容侵犯，这次我打你一掌，不信你不反噬我。你们三个
怎么吐血了？老祖，这剑杯反噬不伤他，却都伤到我们3个人身上了啊！剑杯反噬怎么伤的是他们3个，我还是一点伤没有，这不科学啊！我从来没有见过剑杯如此反常，更没见过剑杯的灵力能反向伤人呀！难道剑杯真的承认了，他就是大罗圣境修为的大仙人？我要嫁的人真的是他？什么上古神器，要反噬谁都不知道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，就不相信这次你不反噬我。要干什么？你要重新测一次吗？没错，刚才一定是剑杯反噬的方向错了，这一次一定能反噬到我身上。别测了，万一剑杯再反噬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可接受不住第2击了，会死人的。哎呀，这真的会死人的！别测了，你说什么修为，他就是什么修为，我都不来。看，你走吧。刚才是你们说的，要查清楚这些异象是不是跟我有关，要测我修为。现在怎么你们一个个都反悔了呢？不是反悔，是保命。剑杯今天确实有些反常，再反常一次，我们的小命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。老祖，别让他再测了，快让他走吧。这个到手的逆天资质，不能就这么放走了。就让他再测一次。若剑杯的反噬还不能反到他身上，那这一击我就替你们扛着。测！就算剑杯再次反噬到旁人身上，我不出手，他们又有谁敢怪罪到我头上？混沌剑杯，反噬吧！我的清白全靠你了。那下，大地震颤，混沌剑杯发怒，这一次的反噬毕竟是摧枯拉朽，可千万别抛接到我身上啊！我还是没事，这一次反噬到谁身上了呢？哎呀，这一次这剑杯反噬之力不会又打到我们几个身上吧？老祖，我这身子骨可不如您呐！老祖，这一次剑杯的反射之力，您可一定要替我们挡住啊！我这一击居然反噬到了我的身上，还好老道修为高深，挺得住。老祖，老祖就是老祖，一言九鼎啊！说替我们挡下这一击，就替我们挡下了这一击。区区一击，何足挂齿？老祖，哎呀，哎呦，老祖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挺得住。哎呀，你看，老祖，你为什么跪下了？还是跪给他？对呀，您是修炼上万年的宗门老祖，我一个连您徒子徒孙都达不到的晚辈，我何德何能受您这一拜啊？哎呀，老祖啊，你如果真的佩服小神仙的修为，您说出来就行了，不用跪下吧？什
谁说我要给他下跪啊？我这就进来。老祖，用不用我扶你啊？不用，我堂堂玄阴老祖还用不着别人来帮。区剑碑反噬，奈何不得我。老祖，您这脸色不太好，真不需要帮忙吗？不用。哎呀，老祖吐血了！这混沌剑碑宁愿反噬打伤老祖，他也不愿伤得半好。他真的是大仙人呐！本想带他回宗门献给老祖，不成想老祖被他所伤，还捧他成了大仙人。哎呀，小神仙呐，大宗师都承认了，你就是我们柳家的贵人。这次啊，绝对错不了，你就认了吧。最合我心意的明明是顾少，和我定下婚约的却是他，难道我真的要嫁给他吗？你们先别着急下结论，这老祖还没说话呢。这剑碑反噬到底是剑碑紊乱，还是我修为太高？老祖，你说。若承认他修为太高，任他远走，那就是打了整个宗门的脸呐。得不偿失，不如暴殄剑碑，要他献出资质与修为作为赔偿。如此最好。老祖，你想什么呢？老祖，你快说句公道话呀！事不过三，再测一次。再测一次，万万不可呀！老祖，这剑碑反噬之力之强，我想就算强如是你，再来一回他也承受不住呀。没错啊！这次万一剑碑反噬再到我等身上，修为难存，性命不保啊！老祖，无论他实力如何，和我们宗门并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快赶他下山，万万不可再测了！对呀，老祖，你真是何必呢？你就承认剑碑失灵错乱，有这么难吗？理不辩不明，宗门之内容不得半点怀疑。测，若再遭剑碑反噬，老道认了。小神仙呐，让你测你就测，前两次不都没事吗？这次啊，肯定也不会有事的。测过这一次之后啊，你看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啊？没错，事不过三嘛。如果测3遍，结果都是一样的，他们也不用再怀疑了。我相信老祖，让你测必有把握。我不相信你这3次都是一样的结果。好，那就说好了，就测最后一次。哎呀，小神仙，我们承认你是大仙人，但不能再测。这剑碑灵气反噬会死人的。我等修炼3些年，才到地仙境，修炼1层，境界就能位列天宫仙班。不能毁带账啊！别测了！老祖让我测最后一次，你们又不答应，我到底该听谁的嘛？起来！你们3个大宗师归一小童，成何体统？让我宗门严命何存？老祖，如果他真的是与您修为期间的大仙人，我们3个贵人也不在其次呢。老夫修炼半年，才能有如此大罗圣境之修为啊！区一20岁小童，凭什么与我齐肩？测，老祖说的对，我就听老祖的，测最后一次，让你们知道我最真实的修为。住口！测，万一这次剑碑又错乱，灵力反噬到别人身上怎么办？得想个办法。为了他的逆天资质，自毁剑碑值得。若剑碑自毁之前还有反噬，我这万年修为还能再扛一次。来吧，有了，看这次谁还能说我有大修为。这剑碑怎么还没反应？这一次不会反噬到我身上吧？
果然又错乱了，只能靠自己了。吐血了！剑杯反噬终于反噬到他身上了。可是这吐了这么多的血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这一次吐这么多血，总能证明自己了吧？哎呀，要是这么看来，还真是我们错了啊！这前2次剑杯灵力错乱和他修为如何，那还真是没有关系了。这还是老祖英明，幸亏老祖坚持让他再测一次，要不然我等就被蒙在鼓里了。为何他会突然被灵力反噬？难道真是剑杯错乱？是我看错了？不会，多半是他向金蝉脱壳，故意的。哎呀，小神仙呐！哎呀，小神仙呐！这前2次明明好好的，怎么就吐血了呢？小神仙，你是不是故意的呀？小家主，我都吐这么多血了，你觉得我像是故意的吗？哎，真是期望越大，失望越大呀！这弄的是什么事儿啊？这个，走，儿子，跟爹回家去吧。老祖，快看，混沌剑杯生疏异象，这是什么征兆？剑杯自毁，不论你修为多高，今天都走不了。这是神器自毁。什么？自毁？这混沌剑杯乃是上古神器，距今3万年，它怎么可能会自毁呢？老祖，一定是您看错了吧？老祖，这混沌剑杯若是在我等一辈执掌宗门的期间自毁，那我等就成了宗门的罪人了。罪人？哪比得上吸收他的资质，上天去做大仙人呐？神器之力，无人能阻。你们就这么看着你们的宗门神器自毁了，什么也不做？不是不做，是做不了啊！这神器之力，岂是我等小小仙力能够抗衡得了的？罢了，神器自毁就自毁了吧，反正也没有测出小神仙的修为到底如何啊！哎，小神仙，走回家。走，说的容易，我宗门神器因他而毁，他岂能说走就走？没错，神器3万年来也没事儿，我等触碰也曾未见一样，唯有你触碰剑杯断裂。不是，这关我什么事儿啊？从我进了这道门开始，一切都是你们逼的，不是我自愿的呀。我明白了，那漫天的金莲，通天的金剑，就是混沌剑杯对你的评价。你资质逆天，修为通天，已经超出了剑杯能承受的范围，因此自毁，所以你脱不了干系。正是，你的资质还有修为都超越了剑杯所能测试的上限，所以剑杯才不得已而自毁。你必须赔。总之，今天你不赔我们神器，我们玄阴宗的大门是出不去的。等一下，老祖，你的意思是我资质逆天，修为也超越了在场所有人，能通天？没错。本来我也不信，可是神器因你自毁，这事实就在眼前呀，我不得不信。整个玄阴宗的人都承认我有大修为，他们不像是说谎，难道以前一直都是爷爷在骗我？不行，爷爷是不是在骗我？我一定要回山门问个清楚。小神仙，听到了吧？连老祖都说你大有修为，
你就认了吧！走，跟我回家去啊！怎么叫跟你回家呀？我找儿子找了20年，我现在找到了，他要是回家，也得跟我回家，怎么跟你回家呢？走，放肆！我宗门重地，是你们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吗？哎呀，这位小兄弟，我们承认你是大仙人修为，可你大仙人，你得讲道理吧？不是啊？这神器因你而回，那就得你赔，是吧？如果你觉得凭着你大修为可以打出我玄阴宗的话，趁早放弃。我玄阴宗弟子3万人，天上仙班100余位，玄阴老祖一声令下，你绝对没有可能踏出我玄阴大门半步。你若是不服，可以上天去告，但我告诉你，就算是这天帝来了，这神器你也得赔。你们都说让我赔，这神器乃是无价之宝，我这兜比里眼都干净，我拿什么赔啊？小神仙，我柳家世代富贵，家底殷实，你们各位要多少钱？这可是我们柳家的大贵人呐，我都赔给你们。爹，这上古神器的价值哪是咱柳家家产能够比得了的？咱们柳家可赔不起啊！哎呀，闺女啊，咱们也总不能看着这些人来欺负咱们家的贵人不是？他闯了这么大的祸，他现在可是灾星，他不是贵人，这个忙咱柳家不帮。柳寒烟，虽然我也不指望你们柳家帮我什么，但你也不能这么说我的风凉话吧？没错，儿子，用不着他们替咱赔。你爹呀，我这些年攒了一些家底儿，足够赔的。说吧，说个价吧。哎，老头儿，省吧，你们凡间的俗物破烂，我们玄阴宗可看不上，自己留着吧。你们要我赔偿，又说能拿得出手的都是破烂，那你们究竟要什么？当然是等价赔偿了。用同等价值的神器抵我混沌剑杯。老祖，你说这话这不是为难人吗？哎，你们这延续了上万年的宗门也才只此一件，这我们这寻常人等怎么可能会有啊？这玉金山也有上万年的历史，或许我爷爷手里还真有1、2件能拿得出手的神器。小子，嘀咕什么呢？我们这混沌剑杯想好怎么赔了吗？哎，你们等一下，我还真能拿出来能赔偿你们宗门的神器。爷爷，哎，这小子是不是疯了啊？赔不出神器就对天喊爷爷啊？天上能给你掉一爷爷下来吗？拿不出等价神器来，你别说对上天叫爷爷了，对我们几个叫爷爷那也不行。我冲天喊爷爷能给我神器，冲你们喊爷爷能放我走吗？你以为对天上喊一声爷爷，这上天就能给你送来神器吗？怎么，这天上有你家亲戚啊？你们狗叫什么？等我多喊几声，天上人真掉下来神器，我看你们怎么说。爷爷，哼，还掉下来神器，掉下来个粑粑。真的有东西落他手里了？这不是砍柴的斧子吗？我要的是上古神器，给我一把破斧子干嘛呀？哎，小神仙，你对着天上喊爷爷确实是有效，可这斧子也太旧太破了吧？不如把它给扔了吧？啊！看来我玉金山是真穷，一把像样的神器都拿不出来，就一把斧子，你要不要？放肆！你这一把破砍柴斧，想抵我宗门神器啊？你当我玄阴宗是什么啊？收破烂的吗？虽然你有大修为，可我玄阴宗弟子众多，真动起手来，你占不到便宜。一把破斧子，我玄阴宗不收。不要，那就扔了。老祖！地板乃通天剑木铺就，比金刚还硬3分。这是什么斧子，竟然能砸裂地板？不是吧？这不就是我几年前随手打了一个
砍柴斧怎么威力这么大？爷爷在上面施法了，完了，这地板都砸坏了，我是不是又要赔钱了？这到底是把什么斧子？他就算起我3000年的修为，他也砸不出这么深的裂纹呢。老左，这就是一把普普通通的斧子，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。难道是神器不显？只有神器才有这么大的威力啊！小神仙，你随手拿的一个物件就是神器呀！爷爷挺有办法，山上没有值钱东西，随便施了个法术，就把他们给骗了。既然是神器，现在可以放我们走了吧？儿子，走。这斧子确实有灵气在身，但价值还不足以赔偿我混沌剑杯。算一些，但不够。不够？那我可真没有了。一把破斧子居然是神器，这小子到底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底细？哎呀，海燕呐，你看小神仙随手拿的一把物件就是一个神器，你不该拒绝跟他的婚配呀。拿出一件神器又怎么样？还是不够赔偿混沌剑杯的。他呀，还是走不出这个门。你若再拿不出神器来，我玄阴宗便要对你实施本宗门的惩罚了。那我再试试，再求爷爷一次，万一爷爷又送给我一个什么带障眼法的东西呢？爷爷，不够，接着扔！你真当老天爷是你家亲戚啊？刚才你喊了一声，给了你一把破斧子，还不知足啊？他就是在装腔作势，天上怎么会掉东西给他？那把斧子说不定也是他自己的。我身上什么也没带啊，真的是爷爷给我的。不信你看。这是鸡毛掸子。爷爷，我让你给我扔点值钱的，你这都扔的什么呀？你可要把我给害惨了！什么破烂东西都往我们玄宗里拿，你真把我们玄宗当菜市场了？让你拿出与混沌剑杯同等价值的神器，你拿的都是什么？你搞什么鸡毛？我没搞鸡毛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给我个鸡毛掸子。这还是我养的那只鸡。哼，老祖，我看这小子他是拿不出什么神器了，不如就拿他这一身的修为与资质来赔。我也正有此意，结合他的修为和资质，我可破天道境，可修复剑杯。你们要拿走我的资质跟修为，那我不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傻子了？哎，不行！这是九凤朝天呐！这是九凤朝天呐！哎呀，老祖，什么叫九凤朝天呀？九凤飞天是仙界的第一大奇象啊，是媲美九龙銮驾的存在呀。这么说，这不起眼的鸡毛掸子是个神器了？当之无愧的神器呀，3界少有，可号令九凤。凭此神器，登天谋个天官都不在话下呀。这么说，他拿的这个鸡毛掸子还真的算是一件神器了。算！哎呀，太好了，小神仙，你想要什么，上天就给你什么。你呀，就是当之无愧的大仙人。九凤朝天，我一共就养了9只鸡，难道都成凤凰了？不能吧！儿子，这么高兴的事儿，你怎么不乐进来呢？是吧？这2样宝贝足够赔他们的混沌剑杯了吧？足够？哼，还差得远呢！除非凑够10件，同等于九凤朝天的神器，才算足够。就这2件，多半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运气。10件
妄想！小神仙，要不你再试试，你再对着天上再喊几声，万一再给你掉下几件神器呢？砍柴斧、鸡毛掸子，狗屁神器！肯定是爷爷在这破烂上加了障眼法，骗过他们的眼睛。既然他们看不出，那就让爷爷多扔几件。爷，等一下，这天上不会无缘无故的就掉落神器，我怀疑呀，这神器就是你自己的。怎么可能是我自己的？我这身上也没处放啊！不信你们可以搜我的身。凭你的修为，身上藏几件东西，以大化小，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？没错，要是你自己的东西啊，神力再强，那也是俗物。只有这天上给的，那才是神器。不如让我试一试，他喊一声爷爷，老天就给他掉一件神器。如果我喊一声也能掉下来神器的话，那就信他；如果不能，那就是他在胡搅蛮缠。准，你试试，你配吗？什么话？论仙缘我不输你，论颜值我也比你帅得多。如果老天真能掉神器的话，你行，我凭什么不行啊？我喊爷爷给我掉东西，那是因为……不用解释，实践出真理。这天上到底能不能掉下来神器，我喊一嗓子不就知道了？傻蛋，你又不是爷爷的孙子，就是喊破喉咙，爷爷也不会给你扔东西的。爷爷，哈哈哈！真的有东西，真的掉神器了，哈哈哈！不过这黄黄的、黏黏的，还臭臭的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管是什么东西，老天降下来给你的，一定比他的贵重。这天上还真能掉东西啊！少卿，你快看看，这到底掉的是什么生物啊？宗师，三位宗师，弟子才疏学浅，看不懂这是什么，要不你们看看也好啊。少卿，你这资历尚浅，天上神物不识得也很正常，让我们替你看看啊。儿子，你能看出天上扔给顾少那坨黄不拉几东西是什么东西吗？黄黄的，黏黏的，还臭臭的，这东西怎么这么熟悉呢？一下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微臭，像药材，难道是仙药？这有颗粒感，像泥沙，难道是天河之泥？微滑微润，像护肤甘霖凝成的结晶。三位宗师，你们一人说了一种，那这个它到底是什么呀？有没有他那个神器值钱呀？亏你们还是修炼1000年的道者，连这点见识都没有。去看，让我来。白总，闻出来是什么了吗？既然是上天给的东西，绝对不是俗物，不能让他们看出来我也不认识啊，和他们一样，才疏学浅啊，猜之八九啊，待我尝尝，再告知结果啊。我想起来了，这个是爷爷，你可真恶心！待我尝尝，再告知结果。那按照老祖的方法做，那我们说不定也能尝出来是什么呀？要不我们也尝尝？这老祖和师兄都尝了，我也尝尝。
一起吧，我也来尝尝，看是否能品出是何物。如果这真是仙药或是琼浆结晶，他们吃了我不吃，那岂不是亏大了？我也尝尝。哎，等一下，不是你喊什么呀？你也想吃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上天给的好东西没你的份儿。你确定这是好东西吗？我可不想吃啊！我只是好意提醒你们，他可能……你提醒什么？老祖自有老祖的判断，老祖的事情还需要你提醒吗？也许老祖的判断是错的呢。放肆！老祖职场仙门8000年，从未做过错的判断。你有什么资格来评判老祖？老祖身份岂是你可以评判的？快给老祖道歉！我只是好意提醒你们，他不能吃，他可是……够了！我看你就是嫉妒我们，这个一定是上天的好东西，你自己吃不到，还不想让我们吃啊？哎，莫管他，只管尝我们的啊！你们真吃了！哎呦！看老祖的样子，要么此物十分美味，要么对我们修炼大有裨益呀！来，它这个口感呢，非常的绵密，有一股淡淡的榴莲香。它这个香浓程度呢，充斥着整个口腔与鼻腔，直达上颚，还弥漫着那么一丝苦涩与回甘。小师姐，我看这东西黄黄的、黏黏的，这怎么像我们每天拿出的那个无辜的产物啊？没错，我看着也像，就像我便秘时拉的那坨黄不拉几。我到底要不要告诉他们呢？告诉吧，肯定招来报复；不告诉吧，过意不去啊。顾少，你尝出来了没有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不管是什么，这味道怪怪的，很难吃，而且还有点塞牙，有点像塞了金针菇。废话，在人肚子里走了一遍的五谷，味道能好才见鬼了。这味道，这口感，根本不是什么神迹啊，只是五谷轮回之物。老祖啊，这东西怎么吃着这么恶心呢？这到底是什么呀？这不是五谷轮回之物吗？五谷轮回之物，我吃屎了！是他，都是他！他故意羞辱我们玄阴宗。老祖，三位宗师，还请你们以雷霆之力要他一死，以正咱们宗门之威啊！凭什么要我一死啊？我已经提醒过你们，那个不能吃，是你们非要吃。没错，我儿子说了，那玩意儿他不能吃，真的不能吃，你们非要吃，怪谁呀？啊？是啊，这次小神仙的的确确没有错。是没错。那我玄阴宗集体受辱，这事怎么办？不管他有没有提醒，我等受全都是因为他逃不了干系。请老祖出手，赐他一死。好，众议难违，今日将集玄阴宗全部之力，取你性命。那可不行，
我这次下来是来退婚的，我还要回山上跟我爷爷继续修仙呢。小神仙，你说什么？退婚？你说错了吧你？玉京先生给我的消息是你下山是来结婚的。我爷爷说的是反话，他是为了激励我，让我不要贪恋红尘，要心无杂念，一心修仙。哎，儿子，你这修为呀，一个人可以单挑他们整个玄阴宗了，你还修什么仙呢？你是吧？不是，你们都说我修为高，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，所以我要赶紧回玉京山找我爷爷问个清楚。哼，今日不留下你的修为、资质，还有你的性命，哪儿都去不了。神医老祖，好狂的大话！若我青衣圣女以命相护，青云门鼎力相护，人你们还留得住吗？青云门青云圣女，我玄阴宗要杀的人，你青云门保了？没错，本圣女今日遵师命而来，保张毅上仙不受一分一毫，带回青云门。这和玄阴宗的烂账还没算清楚，怎么又多个青云门？这位圣女，我们认识？玉京仙人算到你今日难以脱身，所以特意飞信于我青云门，特来助我。原来是我爷爷让你啊！我爷爷神通广大，能算到我有难，那也不稀奇了。呀，小神仙呐，青云门是地仙界修仙的第一大门派，青衣圣女能亲自前来，这可是您无上的面子啊！面子啊！我柳寒烟看不上的人，他青云门却要为你出头，凭什么？就凭他张毅有通天彻地的大本领，是可以让青云门蓬荜生辉的贵客。贵客？这位圣女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我什么时候答应要去青云门做客了？你是没答应，但是玉京仙人答应了。这次邀你去青云门，一是为你解围，二是有求于你。你们青云门都已经是地仙修行的最大的门派了，还找我帮忙？你是在开玩笑吧？圣女，虽然神器显示他有大修为，但是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展示过，他到底有没有大修为还不一定。你确定要为了他和我玄阴宗结怨？你觉得值得吗？小小童子，你也配与我一个圣女说话？你没有资格，找出你们这里有资格跟我身份对等的人出来说话。放肆！他没有资格和你对话，那老道我呢？玄阴老祖，玄阴宗内地位最高，这里谁说话比得上您的分量呢？我玄阴宗镇宗之宝上古神器混沌剑杯因此子而毁，我要他赔，应不应该？应该。混沌剑杯自毁跟我没关系啊，测资质测修为都是他们逼我的。他就算我们有些责任，但主要责任还在于你。你说说，你要是不碰这剑杯，他能自毁吗？你们还真是一肚子歪道理啊！这不是已经赔你们两家神器了吗？怎么还不够！混沌剑杯何其珍贵，岂是两件普通的器物能够相比拟的？哼，如今只有他的满身的修为和资质，才能赔得起我混沌剑杯。今天，要么修复剑杯，要么他留下。哎，你这老头真是没安好心啊！收了我的资质跟修为，那我不是成了又残又废的废物了吗？我不答应。哼，这可由不得你。张毅，我今日必定要带走。至于这混沌剑杯，我青云门能工巧匠巨多，修复只是时间问题。若是被他把人带走，我这一番筹谋就付之一空了。我若不答应呢？你们这玄阴宗号称名门正派，可是做法都是一群无赖。今天就算鱼死网破，我也不答应。稍息莫急，青云门既然能压
就能无需动武，让他们俯首的办法。俯首？哼，笑话！青云门地位虽在玄阴宗之上，可老道的头却从未低下过。哼，青衣圣女儿是吧？啊，我告诉你，要真动起手来，你可就一人，在我玄阴宗，你可占不到一点便宜。何须动手？我青云门掌管着地界通往天界的晋升通道，当然也包括你玄阴宗在内的。若我今日走不出这道门，后续外面，你玄阴宗将不会有一人再晋升，所有的仙级全部撤销。怪不得老祖如此忌惮青云门，能掌控地仙之路，这恐怕今天这小子是留不住了。我等修炼几千年，不就是为了在仙宫谋得显官一职吗？这晋升之路要是断了，那我们这修炼了几千年，岂不是毫无意义了？再修炼个几万年，也还是个小小地仙啊！若真惹恼了青云门，就算吸纳了他的资质，突破天道境，也只能在地仙界了此产生了，不值当啊！怎么样，老头，想好没有啊？到底是答应放我们走，还是拿你们玄阴宗的命脉赌一下啊？老祖啊，如果这青云门能够修复混沌剑碑，我看这口气啊，倒不如判就忍了。这推步海阔天空嘛，是吧？好，放人！小神仙太好了，赶快跟我回柳家，按照婚约给你和我闺女成婚啊！完婚？不行！他们说的没错，我不能完婚，我下山来是来退婚的。退婚好，反正柳家那姑娘啊，她也不愿嫁给咱，是吧？跟爹回去，爹给你找一家更好的。什么找一门更好的？我不是说过吗？我不能成婚。为什么不能成婚？对呀，我这次带你回青云门，就是为了和你完婚的。完婚？我爷爷没跟我说过，跟你们青云门还有婚约啊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提前是没有婚约，是临时定下的，就是今天即刻生效。这样最好，反正我也没看上他，他入你青云门，而我与顾少婚配，两全其美。刘寒燕，虽然我不喜欢你，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个，你这个意中人可不是什么好人呢。上仙说的不错，据我所知，这位顾少借着婚约之名，已经骗了9位妙龄少女，供玄阴老祖采阴补阳修炼使用，而你是第10个。如果你再执迷不悟，后果可想而知。你们不要胡说！老祖，他诽谤你，他诽谤你啊！采阴补阳，居然做这么缺德的事情，你还真是道貌岸然，斯文禽兽啊！这老祖修炼万年，现在还能与日俱进，容颜不改，难道他真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？这要是真的话，玄阴宗的脊梁骨还要被人戳断了。这青衣圣女都说的这么不避讳了，老祖也没有再反驳，看来这事多半是真的了。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你所谓的对我一片真心，只是为了把我骗到这儿？你别急啊，这老祖还没说话呢，你怎么能相信他呢？我青云门玄宗之术甚是了得，要不要我找出那些少女的尸骸，以死对证啊？这件事不承认，他会揭穿的；承认，地位不保。你们胡诌，你诽谤！请你们速速离开玄阴宗，走！不说不认，也不说承认，他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上仙不必动怒，我青云门已经开始搜集他们玄阴宗的证据，玄阴宗离末日不远了。走。
韩岩，你都听到了吧？这个姓顾的就不是什么好人。哎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走走走，跟我回家去！走啊，走！我修炼上万年，才有今日的仙元地位，绝不可毁于青云门之手。明争我争不过青云门，暗斗谁能胜我？青衣圣女，青云老祖必须暗中除掉。哎，小神仙，你不能走，这亲事是定好的，你不能说退就退啊！爷爷的本意让我下山，就是为了让我退婚，考验我的意志，让我坚定修仙的决心。再说了，你们家大小姐也瞧不上我呀，这何必强人所难？强扭的瓜也不甜呀！误会，海燕呐，之前是被欺骗的，如今呢，他10000个愿意。哎，不信你问他。哎，海燕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再不说话，小神仙可就走了。他这一走，可以后再也不回来了。我愿意。你们女人脸变得这么快吗？不是，我之前以为姓顾的能帮我们柳家逆天改命，我现在才知道是你才能帮我们柳家。你们柳家现在兴盛日旺，不用帮。倒是那个青衣圣女请我去救人，人命关天，我要赶紧走了。哎，那个圣女她是骗你的，她哪里需要救人啊？她就是看上你的修为，她要骗你去跟她成亲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圣女呢？如果不是她的话，你、我还有你爹能从玄阴宗全身而退吗？我相信她。哎，不行，我不放你走，除非你答应你不娶那个圣女，你救完之后立马回我柳家与我闺女成婚。这个你不能娶，我儿子的婚事，我这个当爹的做主。对于你是我爹这件事，我还要回山上找爷确认呢。你给我做什么主啊？我是不是你爹呢？是需要确认，但是你的婚事也需要确认。什么圣女呀，什么柳寒烟呐，咱通通不娶。爹给你找了一门好的姐妹花，2女嫁1夫，日夜双修，你有福了。我不要双修，我要修仙。你们能不能别添乱了？哎呀，不影响，不耽误。等你结了婚生了娃儿，哎，我不拦着啊，你修什么都可以。嘿，你个糙老头子，你不拦着，我拦着。哼，小神仙是我柳家的乘龙快婿，这门亲事是玉京仙人定的，不能说回就回。有婚约在，我非嫁不可。别人能给的我也能给，别人给不了的我也能给。哎呀，你们别闹了，修仙不能成亲，成了亲这仙就修不成了。时间来不及了，我要赶紧走了。不行，我不放你走。要不这样，你修完仙之后回来再完婚，不也可以吗？哎呀，你这个老头，你还要我儿子把话说得多明白呀？他顾及你们柳家面子，但是你们也要有自知之明，对吧？什么顾及面子？什么自知之明啊？那我就明说了啊，修仙只是一个借口，他压根就看不上你家这个姑娘，他能娶，但是不能娶啊！你个坏老头，哼，我就不信了，我姑娘倾国倾城，美貌如花，小神仙会看不上我闺女？哼，我不听你说，我要听小神仙说。妈跟什么呀？这哪儿跟哪儿啊都！我儿子心善，他是顾及你们面子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可不心善，我凶得很。我说的就是他要说的。你个坏老头，就是你，我真是我饶不了你了。你们别吵了！你们2个别吵了！人呢？小神仙，儿子！圣女怎么约我来这种地方？怪怪的，好香啊！上仙，圣女，你不是让我来救你青云门的徒弟吗？人呢？我怎么没看到啊？这样你看到了吗？
圣女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这样子哪需要人帮忙啊？上仙，你来呀！男女授受不亲，咱俩不能离这么近。玉京仙人早已料到你与那柳家大小姐的婚事并不会成，便将你许配给了我。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还谈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啊？许配？玉京山不要我了？你我婚配之后，玉京山跟青云门便是一家，你想去哪儿都可以。圣女，我不是这样的人。怎么？难道是本圣女不够美吗？还是我比不上那柳家大小姐，让你动心？不是，爷爷说修仙之人不能破童子之身，破身了就修不成仙了。不是我不对你心动，是我不能动心。修仙？可你的修为已经是大罗神仙的境界了，不需要再修仙了。为什么你们都说我是大修为，可我自己一点都感觉不到？我甚至觉得自己连个普通人都不如。以你大罗圣境的境界，只需要飞升到33重天，便可蜕变出仙骨。你没试过吗？飞升？怎么可能？我倒是上过天一次，不过是被大仙人炼气的乱流给卷上去的，然后就掉下来。要不是我爷爷用命接住我，我就给摔死了。不可能啊，是玉京仙神亲口说的，你是大罗圣境的修为，不可能摔死的。爷爷亲口跟你说的？怎么爷爷对他说的和对我说的不一样啊？看他的样子不像是装傻充愣啊，他和玉京仙人肯定有一个在说谎。难道是爷爷骗了我？还是这个青衣圣女根本没见过爷爷，在唬我？没道理呀！不行，我得试他一试。万一真是玉京仙人说谎，我可不能委身给一个废柴呀！不行，我要赶紧回玉京山找爷爷问个清楚。圣女，我先走了，改日再来拜访。不可不可不可！你到我青云门，怎么可能不喝酒水就走？来，喝一杯酒水，解解乏再走。我不会喝酒，爷爷说酒是害人精，喝醉了容易犯错误，把持不住。这不是酒，这是仙月琼浆，天公所赐。你若是不喝，便是看不起我，我便不让你走了。好，那我就喝这一杯。这仙月琼浆不比寻常佳酿，陆地神仙修为之下的喝一杯升仙金塑仙骨，增龄1000年，容貌大改。让我看看你喝了到底有什么变化。味道虽然怪怪的，但也不难喝。上仙，你有没有觉得身体有什么变化？比如说生筋、素骨，你疼吗？什么生筋素骨？什么疼？喝杯酒怎么会疼呢？居然没有变化？对呀，玉京仙人说了，他的修为不亚于陆地神仙。男女授受不亲，你怎么还上手呢？还没有女孩子捏过我的脸。再让他喝一杯，金仙修为之下的2杯仙叶琼浆，可增龄万年，仙容逆行，容颜反同。让我看看他的修为与金仙境相比，到底哪个高，哪个低？这酒也喝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哎，不行，再喝一杯吧。既然到了青云门，怎么能喝一杯就走呢？这可不是我们的待客之道。还喝？这是什么待客之道啊？好事成双嘛。再说了，我也没有亲自给别人端过酒，你若不喝，我可不放下了。圣女姐姐，你这不是难为我吗？好，最后一杯，喝完我就走了。上头了？还是没变化。难道他的修为在金仙境之上？这酒有点东西啊。圣女姐姐，酒我喝完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不行，上仙好酒量，既然都喝完这2杯了，再喝一杯吧。什么？还喝？圣女姐姐，我喝不了了，我已经晕了，再喝就要醉了，我就回不去玉京山了。哪那么多废话，喝吧你。第3杯酒。
我的牙好烫！你干什么？强行灌我酒，还咬我手！你们青衣门圣女就这么野蛮吗？天道境，你果然是天道境的大神，虽然修为不明显，我有救了。天道境？什么你有救了？不瞒上仙，我本是山中一只小龙，得仙缘化成人身，入仙门做了圣女，历3000年雷劫破功，若没有大罗圣境的仙人为我滋补仙力，我将化为原形，再难成仙。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。什么小龙蛇？什么救你？上仙，不能喝。你们青云门的水怎么味道怪怪的？你给我要再喝一口。完了，纵然是天道境大神，也只可饮3杯此琼浆玉液，再多喝，仙力爆体，筋骨剧烈，就算是道祖也救不回来了。好热，我身体像是有一团火在燃烧。完了！仙液琼浆已经开始在体内发作了，唯一能救我的上仙也要死。舒服。上仙，你有没有觉得你身体里有一种筋骨破裂、五脏灼烧的感觉？没有啊，我现在舒服得很。不可能啊！当年我青云门唯一的天道境大神也只可饮3杯，便浑身烧灼难耐，他喝了整整1壶，怎么会没有半点事？哎呀，仙女姐姐你在干什么？好痒！这仙液琼浆在他体内居然一点作用都没有，居然完全被他的仙力给压制。能做到这一点的，只有是他完全已经超越了天道境，完全超越了道祖。他就是当今修仙界的第1人。你在说什么呢？什么超越仙境第1人？你在说我吗？没错，就是你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玉净仙人要把你骗下山的原因。表情严肃，说得很认真，我差点就信了。我这酒也喝完了，现在我要走，你不能拦着。上仙，你现在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了。我知道你要走，但即使你要走，我请你救了我再走。你要是外伤，我还能治，可是你连病根都不知道在哪，我怎么治？寻常的手段对我来说根本就没有用，唯有与上仙双修，方能救我性命。上仙，你愿意吗？我双修？不行，肯定还有别的办法，让我想想。过了今晚，我就要现出原形了。我知道你有别的办法，可是我真的来不及了。是你想办法就想办法，你脱我衣服干什么？你不是说你热吗？我帮你凉快凉快。可是我怎么感觉你离我这么近，我更热了呢？我们青云门啊，有门独门秘法，专攻清热，一会儿就不热了啊！我来帮你。你传功就传功，上床干嘛？地上不行吗？地上多凉啊！走，跟我上床去，我给你体会一下什么叫做一条蛇的服务。我就说我不喝，你看，非出事了吧？哎，怎么做了我青衣圣女的男人，就亏了你不少？就算是要我做你的男人，那也该在我清醒的时候得到我的同意，再那个什么吧。现在我这婚还没退，这要是让柳家的人告诉我爷爷，那我爷爷非打断我腿不可呀。这还不简单，我现在就去柳家把婚书抢过来给毁了，那不就行了？毁了婚书？可名声该怎么办呀？我这莫名其妙失了身毁了婚，我以后可是要成仙的呀！这要到天上，该让同行怎么笑话我呀？别怕，有我地仙界第1仙门青云门为你撑腰，
没人敢嘲笑你的。什么青云门给我做主呀？我还没想好做你们青云门的女婿呢。什么？你现在占了我的便宜，居然要做一个始乱终弃的渣男吗？姐姐，是谁占了谁便宜啊？我说我要走，你不让我走；我说我不喝酒，你非要让我喝酒；我说我不脱衣服，你还给我扒个精光。现在你说我始乱终弃，反正我是不会始乱终弃的。如果你觉得责任在我，那姐姐绝对会对你负责的。哎呀，别闹了，我什么负责任？我还小，不小了。你别闹了！我现在只想回去赶紧禀报爷爷，问他为什么骗我。你可以回去，但是呢，你必须向我保证，你要跟柳家断婚。回去问完你爷爷之后，来青云门与我完婚。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我最讨厌别人逼我做事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好，你不答应的话，我就不允许你出这个屋子。你不是说我有很高的修为吗？可是我真的要走，你拦得住我吗？好，我是拦不住你。不过呢，只要我现在大叫一声，整个青云门都知道你对我做了些什么。她可是堂堂青云门圣女，不会真的这么不顾及自己的名声吧？怎么样啊，上仙，你考虑好了吗？是一定要走，还是留下来啊？我就不信堂堂的圣女会用自己的名声阻挡。来人呐！有色狼！有色狼在我房间！快点来人呐！是你姑奶奶，你别狠了！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！怎么样，上仙？你现在考虑好与柳家退婚，然后去见了你爷爷，回青云门跟我成婚了吗？你怎么能确定？就算我现在答应你了，我出了这道门会再回来呢？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所以呢，我提前准备好了婚书，必须在上面给我签字画押，这样呢你就可以走了。走了之后呢，我也不怕你跑，因为就算你跑了，我会拿着这个婚书去玉清山找你爷爷。你呢不怕我，总该怕你爷爷吧？所以我踩的每个坑都是你提前挖好的。天下仙道有多少男人想向我求婚，都被我一一拒绝了。怎么，做我青衣圣女的男人很吃亏吗？我现在只给你两个选择：一，把婚书给我签了；二呢，我继续喊人把你给抓起来。可是婚姻大事，这一辈子就这一次，你总得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吧。我才不给你时间考虑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我给你考虑的时间，你就转身给我后悔。我数3个数：3。你总得让我上山禀报爷爷，听一下他老人家的意见吧。2。要不你等我跟柳家断了婚之后再来答应，怎么样？1。救命啊！我签。我签。好了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不管你去哪儿，你可都是我青云门的女婿了。怎么跟爷爷解释？还有，那个人如果真是我爹的话，该怎么办？对了，忘了跟你说一句，我青衣圣女的住处可是独门独户的，别人呢不可能进来，所以交错喉咙，别人都听不见哦。你耍我？傻的就是你。哼！总算是回来了，爷爷把我骗得好苦，这次我一定要问清楚，爷爷到底为什么骗我？哎呀，现在这个小兔崽子应该已经当上青云门的女婿了。哎呀，这成家立业就不会回来打搅老头子我了。舒服。爷爷，什么？小兔崽子回来了！